生活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不断。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考拉书屋，我是 Kiki， 我会在这里分享一些职场和个人生活可以参考的读书笔记，希望你喜欢。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书，畅销了20年。作者斯宾塞·约翰逊博士用一个简单的故事阐述了一个在工作和生活中应对变化的绝妙方法。今天我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书中的小故事，然后再按惯例和大家分享一下 Kiki 读了这本书后的收获。故事中一共有4个角色，2只小老鼠秀秀、聪聪和2个小矮人哼哼、叽叽。秀秀的特点是会及早嗅出变化的端倪，聪聪善于立刻采取行动，哼哼总是担心事态变得更加糟糕而否认抵制变化，叽叽则是发现变化可以带来更好的生活后就会及时做出调整。故事是这样的，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住着秀秀、聪聪、哼哼和叽叽这4个小家伙。他们每天都在迷宫里跑来跑去，寻找奶酪充饥。小老鼠秀秀和聪聪找奶酪的方法非常单纯，就是反复尝试。秀秀可以用自己的鼻子嗅出奶酪的大致方位，然后聪聪就会立刻出发。他们也会迷路，也会跑错方向，但是他们从不消沉，他们会记住那些没有奶酪的通道，然后迅速奔向新的地方。小矮人哼哼和叽叽和小老鼠一样，也会在实践中不断吸取教训，但是他们是靠自己复杂的大脑整理出一套深奥的方法来寻找奶酪的。小矮人的方法的确比小老鼠们高效，他们也因此沾沾自喜，甚至有些看不起秀秀聪聪。但有时候人类复杂的头脑所带来的复杂情感会扰乱他们的理性思维，使他们看问题的眼光不那么敏锐，同时这也使得迷宫中的生活更加复杂，更加具有挑战性。有一天，4个小家伙发现了有一大堆各式各样奶酪的地方，奶酪 C 站。他们看着散发着诱人香味的大堆奶酪，先是被这难得的收获惊呆了，然后兴奋地扎进了奶酪堆里。从此之后，他们每天都会穿好运动服和跑鞋来到奶酪 C 站。小老鼠们每天早晨来到这里，脱掉跑鞋挂在脖子上，如果有需要，他们可以迅速穿上鞋子随时离开，之后他们才开始享用奶酪。小矮人们在适应了不用到处寻找奶酪的生活后，开始变得散漫，他们不再早起，也不再在迷宫里奔跑，每天睡饱后慢吞吞地踱着步子到奶酪 C 站。到了那里，他们会脱下运动服和跑鞋，换上拖鞋，放松地享受奶酪。后来他们干脆把家搬到了奶酪 C 站附近，还邀请了亲朋好友来品尝美味的奶酪。叽叽是一个有情怀的小矮人，他觉得他和哼哼无比幸福，不禁在奶酪墙上写下：拥有奶酪就拥有幸福。一天早晨，秀秀和聪聪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奶酪 C 站时，发现奶酪不见了。他们并没有太惊讶，因为他俩早已察觉奶酪在一天天变少。小老鼠们看到眼前的景象后，取下脖子上的跑鞋，穿上鞋子并系好鞋带，又开始在迷宫里奔跑。他们就这样开始了寻找新奶酪的旅程。那天晚些时候，哼哼和叽叽也来到了奶酪 C 站，他们发现眼前空空如也，哼哼大叫起来：奶酪没了！奶酪竟然没了！谁动了我的奶酪？他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焦躁、忧虑、烦闷，他声嘶力竭地抱怨着：这不公平！叽叽面对这个意外也完全惊呆了。他们一边慷慨激昂地控诉着整件事情的不公平，用一切恶毒的语言
诅咒那个偷走奶酪的黑心贼，一边在奶酪 C 站附近寻找奶酪。他们多么希望能找回奶酪，可是什么都没有找到。之后的一段日子，他们每天都会来到奶酪 C 站，查看奶酪是不是回来了，并在附近寻找，然后失望的、疲惫的离开。回到家后，继续沮丧地分析局势，愤怒地抱怨。悲伤的吉吉在奶酪墙上写道：你越是觉得奶酪重要，你就越想留住它。这段时间里，2只小老鼠正穿梭在大大的迷宫里，倾尽全力地寻找新奶酪。很长一段时间，它们什么都没有找到，直到有一天，发现了一个新区域 N 站，这里的奶酪比 C 站还多还丰富。像发现奶酪 C 站一样，秀秀匆匆相视微笑后，把脱下的跑鞋挂在脖子上，开始享用奶酪。就在这个时候，2个小矮人仍在奶酪 C 站分析着局势，饱受着失去奶酪带来的饥饿、痛苦、愤怒的折磨。他们一会儿安静，一会儿叽叽咕咕，一会儿互相指责。有一天，吉吉突然提议要去找新的奶酪，但是哼哼没同意他的提议，因为哼哼还是无法接受这个改变，也害怕重新走进迷宫。吉吉在劝说哼哼的过程中，自己也开始对未来感到恐惧，也打消过重新出发的念头。不过经过无数个寻找旧奶酪无果的日夜后，吉吉觉得这样的自己很可笑，很傻。当他开始嘲笑自己的愚蠢时，他仿佛对过去的一切释然了，最后决定独自一人去寻找新的奶酪。奶酪的消失带给吉吉的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寻找新奶酪之旅对他来说比以前要难太多了，不过他还是让自己迈出了重入迷宫的那一步，并且让自己在找到新奶酪之前一定要坚持。在新的旅程中，吉吉的心情起起伏伏，他把它们写在奶酪墙上，希望如果哼哼有一天也开始寻找新的奶酪的话，这些可以成为对他的鼓励。吉吉写道：如果不改变，你就会被淘汰。如果不再恐惧，你会做什么？经常嗅一嗅奶酪，这样你才会知道它是否依旧新鲜。朝着新的方向前进，你就会发现新的奶酪。当你克服了恐惧，你就会感到轻松和自在。想想自己正在享受奶酪，这样可以帮助你找到新的奶酪。越快放弃旧的奶酪，你就可以越早享用新的奶酪。在迷宫中寻找，总比停留在没有奶酪的地方更有保证。抛弃旧的观念，你才能找到新的奶酪。只要相信自己能够找到并且享用新的奶酪，你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及早注意细小的变化，这有助于你适应即将到来的大变化。这些话是积极的心理变化，客观地了解自己的心理，帮助积极克服了对未来的恐惧、不安，也给他带来了坚持挑战的信心。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积极找到了奶酪 N 站。他看到肚子吃得圆滚滚的秀秀和聪聪在向他打招呼，他也回应了他们，然后脱下跑鞋，开始享用奶酪。这次他没有换上拖鞋，也没有把跑鞋束之高阁，而是把鞋子挂在了脖子上。因为奶酪 C 站的经历让他懂了，总有人会不断地拿走你的奶酪，你该预测，密切关注变化，并做好迅速改变的准备，享受其中的乐趣。至于小矮人哼哼，他最后可能留在了奶酪 C 站，
也可能开始了寻找新奶酪的旅程，我们不得而知。到这里，书中的小故事就结束了。Kiki 一边读边觉得自己一会儿是秀秀匆匆，一会儿是哼哼，一会儿又是吉吉。你有没有从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在书的最后，通过一个同学会下午茶的讨论，把这个小故事深化到了婚姻、亲情、友情、职业发展、子女教育等方面。是啊，亲情、友情、爱情、事业、财富、健康，他们都是我们的奶酪。最后是 Kiki 小分享，读了这本书，它让我了解了该如何看待变化，预测变化，适应变化，享受变化。但是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的就是行动的力量。生活中大体有这样4种人：思考后开始行动的人，不思考就行动的人，只思考不行动的人，和不思考也不行动的人。最后只有采取行动的人才能掌控生活，因为生活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不断。我在公司里面见过很多只思考不行动的人，尤其是传统的日本公司，他们大多数残留着年功序列制。这个制度是以终身雇佣制为前提的，论资排辈的制度。在这样的前提下，即便是在跳槽变得相对常见的今天，还是有很多人觉得找到一家公司就应该干到老，换工作简直是要命的事儿。论资排辈的制度导致了一些年长的领导没有领导能力，而年轻员工没有发挥才能的空间，甚至有的年轻人还频频遭到打压。可是不能轻易换工作的固定观念又限制了这些年轻人应对变化的空间，这也就使得他们成了只知道思考自己现在的痛苦，却无法改变自己所处环境的人。他们很像是哼哼。有一些人因为无法消化眼前的事实，最后得了抑郁症。我有时要为因为抑郁症不得不休息的员工办理一些手续，所以有机会和他们聊一聊。这些人最常说的话就是：哎，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我这么倒霉，遇到这样的领导？哎，我为这个工作连结婚的日程都推迟了，本以为马上就可以升职了，付出了这么多，如果换了工作，可能还要重新开始。哎呀，我也想过要不要换工作，可是我不知道我换了工作会不会有好的机会，万一和现在一样呢？听了他们的话，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再结合自身的经验，悟出了3个道理：一、抱怨和无法接受现实只能消耗自己的精力；二、不能准确地判断沉没成本，只能让自己优柔寡断，错过正确判断的机会；三、恐惧和不安只能让自己畏首畏尾。道理简单，但是真正应用于生活并没那么简单，因为我们的理性和感性的平衡总是不太听话。其实无论是书上说的还是我的个人经历，我都觉得像秀秀匆匆一样，少想多做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行动既可以占据抱怨、恐惧、不安的时间，而且一旦行动带来一些成绩，就可以给我们带来信心和继续前进的动力。另外，行动不只是对改变困境有意义，在很多理财书中也提到了行动的重要性。富爸爸穷爸爸中提到，你要想实现财务自由，关键是要开始。巴比伦富翁的秘密中也有提到，大家都有机会获得财务知识，可是最终决定这个人是否可以成为富人的，是他们是否把知识应用于行动。现在 Kiki 开始制作视频，这对我来说也是迷宫探险的历程。每一个订阅
每一个点击都让我喜悦，每一个退订都让我沮丧。但是我希望我可以享受这个旅程。没有一成不变的生活，只有不断变化的生活。行动起来，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明天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你的观看。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点赞、订阅、留言、分享。Stay happy. See you.